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在上期视频中，我们知道了黑石塔、黑衣之巢、阿塔哈卡神庙、梦魇之龙、祖尔格拉布的相关剧情。今天我们要说的主要剧情有安琪拉神庙、灰烬使者以及纳克萨马斯。故事紧接上期的翡翠梦魇说起，因为梦魇的力量正在逐步扩散延伸，在艾泽拉斯上的部分区域已经表现出被上古之神触及的痕迹。尽管很少有人能够找到其来源，但种种迹象都表明，上古之神的力量正在逐渐汇聚。如果任由他们的仆从将其释放出来，必将带来更大的灾难。就在部落与联盟为保卫各自领土而苦战时，古加尔和暮光之锤的信徒们还继续着他们的努力，希望早日将暮光审判变为现实。可能很多朋友会经常听到古加尔、暮光之锤、暮光审判这些词，但并不清楚这些到底是指什么。这里我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暮光之锤是指一个盲目崇拜上古之神及其仆从的疯狂邪教组织。该组织起源于德拉诺，其领袖是一位名叫古加尔的双头食人魔。早年间，古加尔曾跟随兽人术士古尔丹学习邪能魔法。后来，古加尔在纳格兰发现了一群畸形的百鬼兽人。关于这群百鬼兽人的由来，我暂时不展开讨论，我只说一个关键的信息：他们能通过虚空能量与虚空领主进行交流。而古加尔在百鬼兽人那里看到了名为暮光审判的灭世预言。该预言称，整个宇宙都将会被暗影吞噬，万物皆化为乌有。虽然古加尔并不相信灭世预言，但他看中了百鬼兽人的虚空魔法，于是他声称自己是末日降临的先驱者，骗取了他们的信任。就这样，百鬼兽人加入了部落，成为了一个名为暮光之锤的全新氏族。再后来，这支氏族跟随古尔丹来到艾泽拉斯，并参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兽人战争。自他们抵达艾泽拉斯的那刻起，他们就听到了虚空更为清晰的召唤。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暗影生物被囚禁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原来，他们听到的召唤正是来自上古之神的低语，这令氏族成员欣喜若狂。同时，古神的低语对古加尔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原本他并不相信什么疯狂的暮光审判，这下可好，他的散值开始疯狂下降。自此，古加尔所领导的暮光之锤便开始追随上古之神及其仆从死亡之翼和拉格纳罗斯了。结合到游戏中，之所以玩家能在黑石深渊看到暮光之锤的成员，也就是因为他们崇拜古神的仆从炎魔之王。而最早接触到暮光之锤的是暗夜精灵玩家，在黑海岸的任务中提到，主宰之剑是一位古神落败的地方。曾经有不少玩家猜测这里究竟埋着哪一位古神。后来在魔兽 8.1 版本中，玩家发现这里埋的并不是古神，而是古神的无面者仆从滑行者索尔苟斯。通过60年代黑海岸的任务，我们得知这群暮光之锤是希望通过精灵魔法唤醒他们的主人。而在更南边的灰谷有一处名为黑暗深渊的地方，这里曾经是暗夜精灵供奉艾卢恩的神庙。在1万年前的大分裂中，神庙沉入了海底。同样被毁灭的还有附近的暗夜精灵城市佐拉姆。自从暮光之锤来到艾泽拉斯后，他们受古神地狱的影响，占据了这座神殿，并与同为古神爪牙的纳家族结成了盟友。其目的是为了保卫一头古神的宠物吞噬者阿库迈尔。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阿库迈尔成长为完全体后，必将吞噬艾泽拉斯的所有生灵。很显然，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一群勇士们轻易地冲进了黑暗深渊，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不过，在黑海岸附近的暮光之锤也仅仅是这支邪教中的其中一小部分。而现在，大部分的成员在古加尔带领下来到了西利苏斯。在1000年前，暗夜精灵与巨龙组成的联军筑起了甲虫之墙，将其他虫人关在了里面。甲虫之墙的存在，使得任何生物都无法穿过这道魔法屏障，古加尔也不例外。但他并不打算穿过这道墙壁，他和他的信徒们举行了规模宏大的魔法仪式，仪式所产生的魔法穿透了屏障，进入了克苏恩的牢笼。这些魔法汇聚的力量击碎了古神的锁链，而在古加尔的追随者举行仪式恢复了克苏恩自由的同时，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仪式释放出的能量杀死了大部分的教徒，只有少数人幸存了下来，但他们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失去了语言甚至行动的能力。于是，在克苏恩挣脱束缚后，古加尔便把这些信徒遗弃在了沙漠之中，自己则离开了西利苏斯。他知道，在艾泽拉斯的地下还囚禁着其他上古之神，古加尔还要去为他们解开束缚。为此，古加尔遵循克苏恩的命令，为暮光之锤招募了新的成员。这些新成员有的是自愿加入的，有些则是被迫加入的。这些教徒如无形的瘟疫一般，渗透到艾泽拉斯的每一座城市、工会和阵营中。当时机来临时，上古之神会对这些教徒发出召唤，迎接暮光审判的降临。而此时，克苏恩自己也在做着准备。他唤醒了数以千计在地下沉睡的奇拉虫人和异种蝎，并将他们集结起来，准备加入战斗。安琪拉产生的扰动很快便引起了注意。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段在编年史中并未提及的部分。在之前联盟上篇的视频中，我们提到同须家族的3兄弟，大哥麦格尼，二哥穆拉丁，三弟布莱恩。布莱恩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实际上，这位环游艾斯拉斯的伟大探险者，在60年代时并未真正的在游戏中出现过，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玩家的视野中。游戏中，玩家通过击杀希律苏斯的异种蝎，会得到布莱恩同须的信件。信中提到，他与他的探险队通过一条古老隧道进到了安琪拉中，但是探险队的大部分成员已经不幸罹难。除此之外，布莱恩还找到了泰坦与上古之神激战留下的证据，最后还让我们去照顾他的宠物猴格里布。结合编年史来看信中的内容，布莱恩所说的泰坦，准确来说应该是泰坦守护者，也就是提尔、莱、奥丁这一种。而信件出发的任务会指引我们来到同须营地，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布莱恩的宠物猴。另外，在进入安琪拉前，布莱恩还在世界各地探险时寻得了埃提耶什的柄杖末端。在他进入安琪拉后，却不小心将柄杖末端遗失在了安琪拉，而后又被克苏恩所得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玩意会在克苏恩手中。众所周知，这把法杖是提瑞斯法守护者所使用的武器，法杖的前一任使用者便是麦迪文。关于这把法杖的消息，在编年史中并未提及。而我们本期的主题也并不是这把传说级武器，所以关于埃提耶什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对了，上次是哪位观众朋友留言说 UP 每期视频都要留好几个坑的？你说的真对。另外，在魔兽世界官方漫画中，最后的决战也发生在安琪拉，麦迪文与加罗纳的儿子麦德安对阵古加尔，最后古加尔被击败，世界迎来和平。只不过麦德安的故事与编年史有很大的冲突，这段剧情直接被暴雪给吃了，所以这里也就暂不叙述了，大家知道一下就好。现在让我们接着回到编年史中，在希利苏斯，德洛伊们建立的哨所遭到了大批异种蝎和其他虫人的袭击。塞纳里奥议会派出使者前往联盟和部落求援，两大阵营都派出了大量人手协助塞纳里奥议会对抗虫群。没过多久，青铜龙军团就将虫群进攻的真相公之于众。青铜龙阿纳克洛斯在1000年之前就与其他虫人交战过，现在他察觉到了克苏恩的觉醒，毫无疑问，只有上古之神才有能力对艾泽拉斯发动如此规模的战争。然而，克苏恩真正的实力远不止如此。克苏恩被囚禁的太久了，他需要时间来恢复其全部的力量。阿纳克洛斯知道，一旦上古之神完全恢复力量，这个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他们。而为了对抗上古之神，暴风城的摄政王博瓦尔·佛塔根代表安都因乌瑞恩与大酋长萨尔很快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意见。双方阵营都会派出他们最为强大的军队应对克苏恩的威胁。身经百战的兽人战士瓦罗克·萨罗法尔受命指挥这场战役。艾泽拉斯的英雄们并肩作战，击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但虫群的数量仿佛无穷无尽。在这场没有终点的消耗战中，虫人几乎已经稳操胜券了。此时，部落与联盟意识到，获胜的唯一希望便是直击他们的心脏——安琪拉中的克苏恩。尽管克苏恩无比强大，但除此之外已经别无他法了。好在艾泽拉斯从不缺少勇敢的冒险者。想要进入安琪拉，首先就得打开安琪拉外围的甲虫之墙。但唯一能够打开甲虫之墙的神器流沙结杖，早在1000年之前就被摧毁了。如今神器化为了碎片，散落到世界各地。勇士们通过在大陆上周游各地，收集到了所有碎片，并将神器复原了。这也就是我们上期结尾说到的流沙结杖任务线。在任务线最后，会有一段来自瓦罗克·萨鲁法尔的战前演讲。随后，瓦罗克·萨鲁法尔下令使用流沙之杖，打开了甲虫之墙的大门。突然，其他虫人如同大坝决口一样，永无止境的虫群像浪潮一般冲向了艾泽拉斯的部队。那一天，虽然有无数勇士倒了下去，但他们的阵线并没有被击溃。克苏恩的主力部队遭到了艾泽拉斯联军的顽强抵抗。而当虫人力竭开始退却时，前往安琪拉的道路终于敞开了。瓦罗克抓住敌人退却的时机，重整战线，命令部队分为2线出击。第一支部队向安琪拉废墟靠近，此时其他虫人的主力正聚集在废墟中。瓦罗克知道那些虫子凶残且狡诈，所以他将麾下最精锐的部落战士投入到这场战斗中，相信只有他们可以在这场野蛮的战斗中坚持到最后。当部落在安琪拉废墟坚守阵线时，第2支由联盟勇士组成的队伍则潜入到安琪拉神殿的地下。他们不需要应对蜂拥而至的虫群，但会与克苏恩最强大的仆从交战，并最终面对上古之神克苏恩。这里我忍不住想吐槽，编年史说的潜入是那种我把所有敌人都杀光就没有人能发现的那种潜入吗？因为在游戏中，废墟与神庙在难度上还是有差别的。不过我能理解，编年史主要是想表达部落牵制虫群主力，让联盟去击杀克苏恩的策略。
在收回编年史中，正当部落在废墟与其他虫人的军队展开激战时，联盟的勇士则杀到了神殿的最深处克苏恩地穴。在与上古之神的战斗中，克苏恩的低语一直在他们的意念中涌动着，企图让他们自相残杀。然而，他们还是成功的战胜了邪恶，并凭借利刃、尖盾和魔法击败了这位上古之神。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在安琪拉取得的胜利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即使是守护巨龙，在他们漫长的生命中，也不曾真正的面对过上古之神。艾泽拉斯的保卫者们通过胜利向其余上古之神发出了警告：当众人齐心协力之时，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了足以战胜上古之神的力量。而在说完了安琪拉的故事后，下面我们要说的便是关于灰烬使者的故事。相信大多数玩家跟我一样，是先知道堕落的灰烬使者，而后才知道灰烬使者的。那么这把神器为何会变得堕落呢？请听下面的故事。在远离西里苏斯的洛丹伦，天灾军团仍在王国的废墟中游荡。瘟疫之地上到处都是亡灵、致命的毒素，以及那些在战乱中死去、充满复仇欲望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两支互相敌对的圣骑士阵营，他们分别是血色十字军与银色黎明。尽管两个阵营都致力于消除巫妖王的影响，但双方的信仰却截然不同。银色黎明恪守圣光的教义，而血色十字军却不再坚守信仰。他们沉迷于自己狂热的圣战中，变得堕落而好战。任何胆敢质疑他们的人都会遭到无情的攻击。那么，血色十字军与银色黎明这两个同为圣骑士的阵营，为何会互相敌对呢？这就要从白鹰之手骑士团说起了。白鹰之手骑士团是在第一次大战后由阿隆索斯·法奥所创立的组织。骑士团的首位圣骑士就是大名鼎鼎的乌瑟尔。后来，乌瑟尔率领骑士团在第二次大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战后，他还被图拉扬称为光明使者。而在第三次大战中，随着堕落的阿尔萨斯在安多哈尔为了抢夺装有自己父亲泰瑞纳斯遗骨的骨灰瓮，杀死了他的导师乌瑟尔、光明使者以及大量的骑士团成员后，这次事件直接导致骑士团的实力被大大削弱。尽管如此，剩余的骑士团成员仍在坚持与天灾作战。在第三次大战结束后，此时的阿尔萨斯已经在诺森德化身为巫妖王，他将指挥洛丹伦天灾军团的任务交给了科尔苏加德。于是，科尔苏加德率领天灾军团控制着瘟疫之地的大部分领土，而现在的白鹰之手骑士团是由灰烬使者亚历山德罗斯与塞丹达索汉所领导的。他们率领仅存的圣骑士，在瘟疫之地上与天灾军团顽强作战。之前在联盟上篇的视频中讲到了灰烬使者的诞生经过，在那期视频中，因为我采用了插叙的方式，所以时间线可能会显得有些错乱。这里我按时间的发展顺序再来为大家整理一遍。首先是发生在斯坦索姆的屠城事件。不久后，亚历山德罗斯等人收到斯坦索姆屠城以及阿尔萨斯出发前往诺森德的消息，然后再是阿尔萨斯来到诺森德，取得了双之哀伤，这使得穆拉丁受了重伤，但众人都以为穆拉丁已经死了，于是穆拉丁的死讯便传回了东部王国。不过那时的消息传播比较慢，在亚历山德罗斯前往铁卢堡的这段时间内，麦格尼得知了自己兄弟穆拉丁的死讯，接着悲痛万分的麦格尼根据亚历山德罗斯的请求，打造了传说级武器灰烬使者。此时，麦格尼收到一个噩耗，堕落的阿尔萨斯返回洛丹伦，弑杀了自己父亲。在后面的剧情就是，阿尔萨斯在安多哈尔杀了导师乌瑟尔以及骑士团成员，然后北上攻破了奎尔萨拉斯，利用太阳之井的力量复活了科尔苏加德，当中省略1万字，然后终于成为了巫妖王的剧情。这时才终于接上我们前面说的巫妖王把指挥天灾的任务交给了科尔苏加德这一段了。由于灰烬使者所到之处，亡灵、天灾都化成了灰烬，这让科尔苏加德很是恼火。天灾军团与骑士团在正面战场交手，竟然占不到丝毫上风。而就在骑士团的全部注意都在亡灵身上时，一位名叫巴纳扎尔的恐惧魔王正在暗影中伺机而动。一次，在骑士团进攻斯坦索姆的战役中，巴纳扎尔杀死了落单的塞丹达索汉，并假扮成了他的样子。他计划以达索汉的身份，诱使更多的圣骑士为他效力。同时，他还创立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便是血色十字军的雏形。虽然有不少圣骑士都被他蛊惑了，但骑士团中有一名圣骑士是他无法控制的，那就是灰烬使者的持有者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巴纳扎尔知道，越早除掉他，就能越快控制其他的圣骑士。这位恐惧魔王很快就发现亚历山德罗斯的长子雷诺·莫格莱尼与自己的父亲颇有嫌隙，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雷诺认为父亲对自己太过严苛，而对次子达里安却过于溺爱。在恐惧魔王的驱使下，雷诺欺骗了自己的父亲，称自己的弟弟达里安被困在了斯坦索姆中。听闻消息后，亚历山德罗斯让雷诺回去搬救兵，自己与法尔班克斯先一步前往斯坦索姆救援。但等到二人抵达后，等待他们的只有天灾军团的埋伏。后来，据法尔班克斯回忆，
当时有1000个以上的天灾，面对为数众多的敌人，法尔班克斯被亡灵淹没了。但亚历山德罗斯凭借灰烬使者以及自身的信仰，他杀光了所有敌人，坚持到了最后。而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时，一把利刃贯穿了自己的胸膛。等他回头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儿子。没错，雷诺用灰烬使者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至此，亚历山德罗斯的尸体和灰烬使者都被天灾军团占为己有。后来，科尔苏加德将这位传奇圣骑士复活成为亡灵，并转化为忠实的奴仆，而灰烬使者也被灌注了暗影魔法，变成了名为堕落的灰烬使者的利刃。另一边，亚历山德罗斯的死讯让圣骑士们深感震惊。正当众人在商讨该如何应对天灾时，法尔班克斯被人抬了进来。原来他没有死。当他醒来后，他看到雷诺杀死自己父亲的骇人一幕。他向众人揭发雷诺的所作所为，但他却被达索汉以被天灾感染为由囚禁了起来。后来，组织中开始有人怀疑达索汉与他的追随者，但他们没有实际证据来证明这一猜测。因此，圣骑士内部产生了分裂，形成了2个独立的阵营，这也就是银色黎明与血色十字军的起源。时间来到当下，最近达里安·莫格莱尼加入了银色黎明阵营中。他是已故的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的幼子。当年父亲的死令达里安震惊不已，他知道是自己的兄长雷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这使得达里安对圣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但最近发生的事情又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得知父亲的灵魂被囚禁在浮空城纳克萨马斯里。在加入银色黎明后，达里安请求组织帮忙救出父亲被折磨的灵魂。听到消息后，许多志愿者前来支援，他们合力向戒备森严的浮空城发动攻击。达里安和他的盟友们战胜了科尔苏加德手下最强大的仆从。最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天启四骑士，而四骑士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现在的他已经被转化成为一名死亡骑士。在这场战斗中，银色黎明几乎付出了全军覆没的代价。最终，达里安战胜了他的父亲，并活着离开了浮空城。在这场战斗中，达里安取回了父亲扬名天下的武器。虽然这把武器已经堕落腐化，但达里安惊讶地从灰烬使者中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个声音竟是他的父亲。原来，亚历山德罗斯的灵魂被困在了武器中，他一直在寻找离开的方法。达利安遵从了父亲的愿望，于是他背负着武器找到了雷诺·莫格莱尼。兄弟2人相见时，亚历山德罗斯的灵魂从灰烬使者中出现，杀死了雷诺，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在游戏中，如果玩家背负着堕落的灰烬使者进入血色修道院的大教堂时，所有血色十字军都会跪拜灰烬使者。而当你带着武器见到雷诺时，会触发老莫格莱尼杀死雷诺复仇的剧情。这一段与前面介绍的剧情如出一辙。而在教堂后面的暗门中，你能找到被关押的法尔班克斯。当玩家带着灰烬使者靠近他时，他会从亡灵状态变为灵魂状态。在这里，他会向玩家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不过，他叙述的少部分内容会和编年史有些冲突，或者说有些已经被编年史吃掉了。之前提到，达里安能从堕落的灰烬使者中听到父亲的声音。其实，当玩家装备他时，也会时不时听到武器对你发出低语。这些低语一共有12句。通过这些低语，你会发现武器中确实是有亚历山德罗斯的灵魂。我们再接着说回编年史中，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实现了复仇，但复仇的满足感并没有将他从诅咒中解脱出来，他依旧被困在灰烬使者中。后来，达里安找到提里奥·佛丁，他与乌瑟尔一样，也是一位在第2次战争中的英雄，但他现在却在过着流亡生活。提里奥非常了解灰烬使者的传承，看到他被腐化，也深感忧虑。然而，要净化他绝非易事，能够打破诅咒、释放困在剑中灵魂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它做出充满同情与怜悯的壮举，展现出比亵渎他更强大的力量。听完提里奥的话，达里安几乎陷入了绝望，他并不知道话中的意思。于是，他告别了提里奥，回到了银色黎明在东瘟疫之地的基地圣光之院礼拜堂。此时，一支天灾军队正在攻击这个神圣的地方。眼见此景，达里安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斗，与他们并肩作战。这场战斗异常艰苦，银色黎明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如果银色黎明落败，天灾将占据这片神圣的土地，而那些被埋藏在礼拜堂地下的无数英烈，他们那正直的灵魂将永远无处安息，甚至还会被巫妖王复活，成为不死大军。战局对礼拜堂的防御者极为不利。然而就在此时，达里安终于明白了提里奥的话，
由于自己的父亲是遭到背叛而死的，唯一能够让他灵魂恢复自由的方法就是做出终极牺牲。如果达里安能够让亚历山德罗斯的灵魂恢复自由，那么灰烬使者便可以保护银色黎明免于毁灭。最后，达里安将堕落的灰烬使者刺入了自己的胸膛。这一无私的举动不仅让他的父亲恢复了自由，还唤醒了那些在礼拜堂地下安息的灵魂。他们和亚历山德罗斯一起释放出复仇的怒火，将所有入侵的天灾军团悉数消灭。尽管圣光之源礼拜堂得救了，但还是有许多人在这场战斗中丧生了。而这些丧生的人们又被天灾军团复活，成为了天灾的一员。这其中也包括了达里安。虽然他拯救了父亲的灵魂，但他自己却不得不承受这份诅咒。于是，灰烬使者再一次落到了天灾军团的手中。不同的是，这次的持有者变成了达里安·莫格莱尼。在圣光之源礼拜堂的失利，并没有为巫妖王带来多大的影响。他派出的间谍一直在观察着部落与联盟的动向。近段时间，在安琪拉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已经让两个阵营的实力都受到了削弱。虽然巫妖王仍在沉睡，其主力大军也蛰伏在诺森德，但他认为当下就是加强在卡利姆多与东部王国力量的最好时机。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发出疑问：既然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那为什么巫妖王不亲自来呢？这是因为巫妖王与阿尔萨斯的灵魂完全结合还需要时间，所以不能离开冰封王座。而为了不错失良机，巫妖王毫无预兆地派出了他的浮空城。这些浮空城出现在艾泽拉斯的多个地区，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惧。银色黎明知道纳克萨马斯是所有浮空城中戒备最森严的一座，那里是巫妖科尔苏加德及许多强大王民的居所。现在纳克萨马斯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瘟疫之地。而为了解决天灾的威胁，博尔佛塔根招募了大量的联盟英雄，向纳克萨马斯发动了攻击。在那座浮空城中，联盟的勇士要挑战的是喷吐着毒液的巨型蜘蛛、可怕的天灾缝合巨人、致命且扭曲的瘟疫使者、天灾军团中最强大的死亡骑士们，以及一头凶猛的冰霜巨龙。最后，他们还将要面对最强大的巫妖克尔苏加德。在联盟勇士的猛烈进攻下，克尔苏加德最终还是倒下了。虽然联盟成功地阻止了天灾的入侵计划，但他们并未能摧毁纳克萨马斯。经历了这次失败后，克尔苏加德并未真正死亡，因为每一个巫妖都有一个护命匣。虽然在经典救世版本中，这个物品被翻译成护符匣，但我更习惯称其为护命匣，因为在冰冠堡垒的辛达狗萨会掉落一个无名巫妖的护命匣，而在 D&D 的设定中，这个物品也被翻译为护命匣。传说每个巫妖都会拥有一个专属自己的护命匣。如果你想要干掉这个巫妖，就必须先摧毁护命匣。在游戏中的克尔苏加德死后会掉落克尔苏加德的护符匣，该物品会触发任务克尔苏加德的末日。任务的描述中写道：理性告诉你应该摧毁护符匣，令巫妖再也无法复活。好在你从来不会听从理智的心声，这说明玩家当时被操控了心智。最后，这个物品被交给了圣光之源礼拜堂的因尼哥蒙托尔神父。很显然，巫妖的护命匣并没有被摧毁。据说银色黎明中有人偷走了护命匣。也正是因此，在巫妖王之怒版本时，我们才能再次见到这位强大的巫妖。到这里，编年史古老的仇恨这一章节已经基本讲完了。在最后还有一篇讲述关于时间流的动荡的内容。这一段讲述了上古之战中3位穿越者人类法师罗宁、红龙考雷斯特拉兹以及兽人老兵布洛克斯回到1万年前对抗燃烧军团的故事。关于这段内容，我以前在编年史番外篇4、5集已经做过了，想看的朋友可以去翻翻我之前的视频。而编年史中的这一章节，除了肯定上古之战小说中发生的情节外，还提到了一些关于时间流的概念。不过这一段的内容跟60年代的剧情关系很小，反而是涉及到了后面德拉诺之王版本中的内容，所以这里就先不讨论了。在最后的最后，我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出现在诅咒之地的世界 BOSS 卡扎克。这位强大的末日领主参与了第3次大战，他号称是基尔加丹的右手，同时他也是燃烧军团的高阶指挥官。随着第3次大战后，燃烧军团被击败，卡扎克率领余下的恶魔部队撤回了诅咒之地，这也就是玩家能在诅咒之地的腐烂之痕看到这位末日领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1年后，也就是黑暗之门开启后26年，卡扎克将会再次打开连接艾泽拉斯与外域的黑暗之门。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燃烧远征的到来。至此，我们60年代的编年史内容已经全部说完了。在之后，我将会更新大家期待已久的编年史第2卷，而至于60年代的那些经典任务线，比如爱与家庭、流沙结账等任务线，就以后随缘更新啦。另外，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60年代任务线，也不妨在弹幕或者评论中留言。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这应该是我所有做过的视频中最长的一期了，希望大家能够动一动你的手指，给个关注、转发和一键3连，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编年史节目再见。